你有没有看过这种影片？或是这种？或是有没有在河滨公园看过有人戴着一个 3D 眼镜，然后再飞一种很快的无人机，然后好奇，这是什么啊？大家好，我是 Jeremy。半年多前，我入坑了一直都想要尝试的穿越机飞行。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旅程，其中的乐趣还有挑战，还有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要怎么样入坑最好。我是 Jeremy， 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飞行吧。几年前，我在 YouTube 第一次看到了穿越机飞行的影片。身为一个爱打电动的科技仔，我当下马上就被圈粉。那种速度，那种视角，看起来好像在玩游戏一样。可是它场景却是在真实世界里面发生。我那时候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是：哇，这应该是很专业的人受过特别训练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吧。虽然我是很有兴趣啦，但是，对，那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得到这种东西啦，然后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入坑。FPV 就这样被我封存在了记忆的角落。去年底的时候，身为一个科技宅的我，赶流行买了一台 DJI 的 Neo， 想说可以跟女朋友一起出去游山玩水啊，骑脚踏车的时候可以一起自拍，记录一下生活。然后又因为 Neo 的关系，无意间看到了 Avatar 的影片，才发现说，哇靠，这不是以前看过的那种穿越飞行吗？所以只要买了这个，我也可以飞。那时候我女朋友正要去参加一个脚踏车比赛，我马上就在 Facebook 入手了一台2手的 Avatar 2，想说如果飞行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飞，帮她拍一点有趣的影片呢？不得不说 ，Avatar 2真的是一台非常智能的飞机。我在拿到机子以后，过2天就是她的脚踏车比赛。我在短短的1-2天的练习下，马上就可以顺利的用它的体感摇杆捕捉到我女朋友在脚踏车比赛里很多有趣的画面。后来也带着 Avatar 到处玩、到处飞，体验了第一人称飞行的乐趣。就这样认真的玩了一阵子以后，我很快就发现，虽然第一人称视角看出去是很爽，没有错啦，可是这跟我以前看到的那种高速的花式飞行好像还是不太一样。这时候才知道，要解锁那种真正自由自在的飞行，必须关闭飞机所有的智能功能，完全自己手动掌握飞机的各种角度，还有推力。Avatar 也可以做到，这时候需要的就是 RC3 跟手动模式。等一下，忘了告诉你，要玩手动模式，除了 RC3 以外，还有一个必买的东西，那就是模拟器。因为手动飞行其实很不直观，大部分人其实没有办法在把飞机摔坏以前就可以掌握到所有的基本技巧。这时候就需要借助模拟器，先学会基本的平衡，还有简单飞行，算是一种花小钱省大钱的方式。我一拿到 RC3 就认真的练了一整天的模拟器，隔天就跑到公园切下了手动挡模式 Full Manual。正当我要来展现我练习一整天的实力的时候，还好那时候站在草地上飞机没什么事。在经过了一阵子的练习以后，我很快就掌握到基本技巧，开始展开了我的手动挡飞行旅程。Avatar 身为一台摄影导向的机子，飞起来很稳，续航力也很不错，但是动力还是有一点点偏弱，所以才会有很多穿越机的老玩家开玩笑说，它不是一台真正的穿越机。And someday you will be a real boy. A real boy! 虽然 Avatar 很好玩，我也玩得不亦乐乎，可是，在尝到了 FPV 的甜头以后，很快的我又想要更多的动力。我选择了最无痛升级的方式，入手了传统穿越机里面最受欢迎的5寸穿越机。我买的是易飞的套机 Nazgul Eco。这一台御者套机可以搭配 Avatar 的 G3 眼镜，还有 RC3 摇杆，只要做一点点简单的设定，到手就可以直接开飞。价格亲民，而且飞机调得很稳，很好飞，非常适合新手。跳过了很多调参、主机设定，还有选马达相关的门槛，
让我那时候直接到手就开飞。先开始享受飞行的乐趣，再回头慢慢学习怎么样修飞机，怎么样调整参数。5寸的动力真的很不一样。从此我就打开了穿越机世界的大门，也试了6寸的远航机、2寸的小机、5寸的竞速机。目前行进于上个月我第一台自主的花飞机。这一段旅程里，我经历了很多，有飞丢过，有烧过马达，也有坏过飞控。炸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也有整台掉到河里面，或者是献祭给山神过。但是也是在这中间，我学会了怎么样去焊马达，怎么样保护电池，怎么样装跟怎么设定 GPS， 怎么去修飞机，还有怎么调整飞机来符合自己的飞行风格。也才知道不同马达 KV 值、不同的桨叶、不一样的起飞重量对飞行手感的差异。每一次的维修、调整、测试，都是让我未来飞行更上一层楼的养分。我觉得 FPV 最让人上瘾的地方，就是它永远都有学不完的知识。然后你学到这些所有的知识、所有的飞行技巧，到头来全部又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帮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 FPV 飞手。而我自己目前最喜欢的飞行方式就是 freestyle 花式飞行。最近也自主了我第一台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花飞机，目标是在1年以后可以成为台湾厉害的花飞飞手。老实说，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入坑穿越机最好的时机，因为入坑穿越机的门槛是前所未有的低。我推荐大家跟我一样从 Avata 2入坑。体感摇杆超好飞，适合新手，也可以给家人朋友拿去玩。等到你飞顺了、上手了，这时候再买 RC3，开始慢慢练习手动挡，开始进阶的飞行模式。万一你很不幸，你觉得好，真的没有兴趣，或者是说你飞了会头晕，没有办法克服，没关系 ，Avata 2二手的行情也很不错，要卖掉也很简单。然后要切进传统穿越机的门槛也比以前低了非常多。不需要先学焊接，不需要先去学调参，直接买 BNF 的套机，到手就直接开始飞。可以一边飞，再一边慢慢去学怎么焊接，怎么选马达，怎么挑桨叶，怎么样帮你的飞机做设定，然后再慢慢摸索出属于你自己专属的飞行风格。我的频道每次会用5到8分钟，深入浅出的分享我在 FPV 里面学到的东西。下2支影片分别会介绍穿越机跟传统航拍的差异，还有不同的穿越机以及不同的飞行流派。如果有兴趣的话，麻烦你订阅我一下，我会推出更多有趣的知识性内容。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那边会有更多我的日常飞行，还有我的日常炸机。我也想知道你第一次接触 FPV 是什么时候呢？你是怎么入坑的啊？还是现在正在观望要不要入坑？在底下留言区告诉我吧，我会尽量回复每一则留言。我是 Jeremy， 我们空中见。